力劈华山，转身后旋踢，龟袍骚扰顺势弓步冲锤，杀井手，插掌，抬手，收袖撑锤。穿袖撑锤，西门庆所施展的功夫竟是袖里拳，在宽袍大袖上衣下长的服饰背景下，渐渐流传起了两种功夫，一个是裙底腿，腿法藏于裙内，腿法动作幅度小，但攻击力和威胁力不俗；另一种就是袖里拳，袖里藏拳，使敌人无法看到拳势来路，攻他个措手不及。正如武术奇门里说道：袖里藏拳，足乱敌眼；裙下之腿，足伤敌根。前踢顺势挥袍，劈拳击头，插掌，缩袖顺势侧踹，回身穿袖，双风挂耳，缩袖双撞掌。武松踉跄之余已然心惊。西门庆面似柔弱书生，但坊间一直有传闻他是曾经的武探花，如今看来传闻可能是真的。此时的西门庆双手藏收于背，头顶红花，以螳螂装架踏桌而立，一副天人之姿，无敌的气场瞬间弥漫开来。只见西门庆踢腕骚扰之后，一记螳螂出洞钳住了武松的上半身，一招缩袖双推掌欲把武松推落窗外。武松偏身侧身，利用西门庆的衣袖缠其双手。这么精彩的画面需要台好设备观看。最近我发现转转上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的，我这台华为 Mate 40 Pro 比新机便宜了4500，省下来的钱都能再买个空调了。而且转转是个官方验二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，比外面的二手正规。上面的平板也挺划算的，推荐你也去转转。武松偏身侧身，利用西门庆的衣袖缠其双手，一记重磅冲锤直击面门。这一拳有猛虎之威，西门庆当场喷血，朝天灯在击。武松之威，常人难挡一拳，西门庆能硬抗武松一拳一脚起，还有再战之力，果然不简单。但武松拳脚实在异常生猛，西门庆料想自己扛不过5下，再也不敢硬碰，抽出了藏在桌底下的手刀，一字马跳闪，顺势力劈华山，收刀直刺，上撩刀，横扫刀攻下路，横扫刀攻上路，再次撩刀横扫。北宋时期的人称短柄长刀为手刀，该时期主流8种刀型，人们称之为刀八色。手刀是刀八色中唯一的短柄刀，可单手使用亦可双手使用。武松刚来时所持之刀和西门庆此时手中之刀皆为手刀。面对西门庆的雷霆刀势，武松一手拿刀背，一手控持刃手，想要夺气卸刃，但西门庆岂能让他得逞？一记前踢腿破了武松意图，横扫刀攻下路，转身横扫再攻。如果说此前徒手之时，两人的战力皆为8000，那么此时有手刀傍身的西门庆，战力已直逼10000，连续边腿踢腰肋，提膝拦挡，边摊腿反击，挥刀拿腕顺势过肩摔。面对武松的强势反击，西门庆并未露怯，直接祭出了玄刀术2大秘技之一的子母追魂。玄刀术有2大秘技，其一为九转轮回藏刀式，其二就是这子母追魂旋风式。第一刀怒砍武松腿脚，第二刀再取其向上人头，两刀环环相扣，容不得对手半分喘息。武松虽惊险躲过，但仓促之下身法已乱，被西门庆逮到机会，刺中了右肩。是再逼我的话，这刀下无情了。此时的西门庆和屏幕前的兄弟们一样，强的可怕，完全不像被酒色掏空的需要。当时他和金莲温润的时候说道，就算是武松来了，他也不怕。金莲本以为他狂妄吹嘘，如今看来，西门庆果真有这实力。我说你家大郎知道，就算武松来了，我都不怕。你还我哥哥的命来！正蹬踹，武松上沿拿刀，一记翻身撩刀强势反击。此时此刻，手刀在手，武松的战力也直逼10000。西门庆见武松持刀在手，自知自己已没了优势，心里暗暗顾虑。此时形势，两人伯仲之间，即使能杀了武松，自己也会重惨，将来还怎么亲近酒色？西门庆不敢赌，不敢再战，当即决定逃离现场，挥刀横扫，再次挥刀横扫。强大的冲击力震得西门庆五脏六腑紊乱，当场吐血，翻身蓄力顺势力劈华山。这一式直接砍断了西门庆的刀，并且砍进了他的左肩。原以为西门庆无力回天，没想到他还有后手，用小刀偷袭了武松，侧身偏闪，顺势擒腕拧臂，连续重拳狂轰，重踹霍窝。在武松的强势攻击下，
西门庆终于无再战之力，被抛摔而下，命丧这狮子楼外。